大家好，欢迎来到阿鹏频道。最近姑姑华人工程师陈立人杀妻案再次引发了大家的关注，越来越多的庭审细节浮出了水面。今天呢，咱们就来聊一聊，在这起案件当中，一个让人细思极恐，但是又特别容易被忽略的关键疑点：消失的10小时。根据法医的报告案发时间是2024年1月16日凌晨1点左右，而警方进入案发现场的时间呢，是当天上午的11点。整整过去了10个小时，在这段漫长而又诡异的时间里，跟常人在极度恐慌当中的反应不一样。这位清华学霸、姑姑高级算法工程师、天才的程序员陈立人却出奇的冷静。他没有选择报警，没有呼救，更没有任何的自首的行为。他完全有时间来毁尸灭迹，甚至逃跑，但是呢，他却选择了沉默。阿鹏翻遍了到目前为止所有公开的庭审资料，几乎没有任何关于这10个小时的详细的记录，除了几个模糊的厨房监控的镜头，法庭上仿佛也默许了这10个小时凭空的消失了。在公众的视线里更是被另外一种叙事带了节奏，天才程序员心理崩溃，婚姻破裂，情绪失控，最终悲剧爆发。阿鹏想说的是事出反常必有妖，沉默并不代表着空白，就是这凭空消失的10个小时，很有可能就是整个案件最关键的转折点。我们必须要问一句话，在这10个小时之内，陈立人到底有没有背着所有人在镜头后面做了一些不可告人的事情？别忘了，案发的时间虽然是加州的凌晨，但是对中国来说却是北京时间工作日的下午，恰好是家族资源、人脉网络、顶级律师团队最容易被迅速动员的黄金时段。我们完全有理由怀疑，陈立人在杀妻之后，第一时间就向他远在中国的权贵家人进行了求助，然后在家族的支持下，迅速地启动了脱罪的策略，调动了资源，寻找到了顶级的红圈律师，对陈进行了远程的辅导，悄无声息的就这样打响了精神病脱罪的第一枪。可关键是，警方有没有彻查呢？有没有恢复陈立人的手机呢？有没有查看陈立人电脑里所有的通讯记录呢？包括微信、邮箱、VPN、云端同步，所有的这些有没有真正做过数据的还原呢？因为只要是这个通讯链一旦露出了马脚，整套精神病的说辞就会瞬间的崩塌。一个真正有精神病的人是不可能在凌晨杀人之后还能够冷静的进行跨国的联络，进行战略的布阵的。而我们永远也不要天真的以为这些所谓的顶级律师他们真的在乎正义，正义在他们看来也是要看报价的。中国这些红圈律师早就习惯了在刑事案件当中游走在灰色的地带，熟练地掌握了如何将罪犯包装成受害者，如何运用证据的模糊地带给重刑犯做最轻甚至无罪的辩护，并且毫无心理负担。他们的客户不一定是无辜的，但是一定是有钱的。在接到陈家的法律请求之后他们不会震惊，更不会拒绝，也不会谴责，他们只会迅速地做出响应，开启流程，第一时间拿出专业的解决方案。可以这么说，1个小时光咨询费就几万块的这样的律师分分钟就能告诉陈立人和他的家人，案发之后你应该怎么做，并对陈立人进行第一轮的远程辅导。所以本着不放过任何一个疑点的精神，阿鹏今天就想请大家冷静一下，跳出愤怒，咱们做个换位思考。如果你是陈家雇佣的顶级律师，接到凌晨打来的紧急求助电话，你会怎么建议呢？第一步你肯定会说稳。首先你会稳住陈立人的情绪，这是最关键的一步，并且立刻阻止他报警。为什么呢？因为一旦警方第一时间介入，案发现场、人物状态、言语反应全部都将会成为法庭的证据，而这些未经设计、毫无准备的第一手资料，很有可能会对日后的无罪辩护造成极大的不利。如果条件允许你还会建议陈立人尽量的避免自首，因为任何的自首行为看似配合，实际上它就意味着你主动承认了罪行。哪怕是警察来了，在没有律师指导的情况下，你都不要回答任何的问题，因为说错了一句话，就有可能在后续的无罪辩护当中被检方死死的咬住。第二步就是装，你会嘱咐陈立人表现异常，告诉他你现在不要乱讲话，你不要接听任何人的电话，如果有人来了，你就坐在地上，眼神涣散，情绪低迷，
尽可能的显出茫然木讷不清醒。即便有人敲门呢，你也不要亲自去开，等着让别人呢破门而入就好了。记住，不要哭，不要喊，不要愤怒，这些表现都太正常了。你需要营造的就是一种意识游离、认知错乱、陷入精神崩溃边缘的状态。这些在将来的法庭上都可以变成精神失常的第一印象证据。第3步就是造。一场精神失控的证据现场必须被人为的打造出来。你必须制造出精神崩溃的痕迹，让人们一进门就感受到你疯了。具体怎么做呢？很简单，也非常的有效。撕毁企业纸，随意的散落在地上，打翻桌上的水杯、碗筷，制造混乱感，把自己的衣服撕裂几道，表现出挣扎或者是抓狂的情况。更关键的在手臂或者脖子上划出几道不致命但是很明显的伤痕，形成自残的视觉的冲击。如果条件允许呢，还可以将现场的物品，比方说照片、镜子打碎，象征性的制造崩溃的这样的情景。这不是犯罪的现场，而是精神错乱后非理性行为的视觉布景。所有的痕迹都会在暗示一句话：我当时不受控制了，我不是我自己。而这正是精神失常辩护当中最重要的一环。它不是靠嘴说出来的，而是靠视觉说服法官和陪审团的。第4步是引谁呢？引目击证人入场。如果你是顶级律师你不会让警方成为案发后的第一个见证者，你要抢在警方之前安排一位信得过的人提前进入现场，看到你希望他们看到的你在第3步里面布置的一切。比如说，陈立人坐在地上，眼神空洞，语无伦次，不认人，不吃不喝，地上有被打碎的杯子，这些都是精神失常的戏剧性的布景。而这个朋友不是别人，是你信得过的人。这个人呢，他会主动的报警，会配合警方，甚至在后续还会出庭作证。但是他在法庭上说的不是案件的经过，而是这样一句话：当时我看见他完全不正常，他疯了。这一句话比10张诊断报告都要有力度，因为陪审团想听到的是第一时间目击到现场的人，描述他的不正常的状态，不是律师所说的，也不是父母所说的，更不是局外人所说的东西。可信度立刻就会飙升。这就是精神病的辩护当中最隐蔽也是最关键的一环。第5步就是补什么呢？补个人的精神病史，补家族的精神病史。在精神病的辩护当中最有力的证据不单单是案发当天他表现的异常，而且他行为一贯如此，同等重要。加上精神病的遗传性已经被医学证实，此时你会立刻要求陈立人的父母开始补录自己和儿子的过往。去医院查找任何心理咨询的记录，哪怕只是一次关于失眠、焦虑、抑郁的普通问诊，找出曾经开的安眠药、抗焦虑药、抗抑郁药的处方记录，或者干脆联系一位熟悉的精神科医生，安排补写诊断的证明。大家不要小看这些旧档案，他们会在庭审当中为建立行为人精神失常埋下关键的伏笔。这一步哪怕只是做成了一半，也足够让法官和陪审团的成员动摇。他不是一个冷血的杀人犯，他是一个精神状态本来就不稳定的人。这不是在证明他的无辜，而是在为他争取减刑乃至开罪逃脱创造空间。好了，说到这里，咱们现在可以放下顶级律师的假设身份，回到最真实的自己，以一个普通人的视角重新来审视这消失的10个小时里面陈立人诡异的沉默、异常的冷静和刻意的动作。我们一起看一看，是不是突然就觉得一切都说得通了呢？凌晨1点，陈立人关灯杀妻；凌晨4点，陈立人开灯走进厨房，面对镜头举起了电锯，摆在了自己的脖子上，做出了割喉的动作。之后又换上了一把菜刀，继续比划着自残的动作。但是始终都没有滑下去，毫发无伤。在黑暗中，他悄无声息地杀死了自己的妻子。在灯光下，他对着镜头表演痛苦与崩溃。这究竟是自残还是在摆拍证据呢？第2天上午10点，他在美国最信任的朋友恰好来到他的家中，发现现场并报警了。陈立人早就知道朋友肯定会按时过来找他，因为昨天晚上他们约好了今天一起外出。警方到场时，陈立人双腿跪地，双手高举，表情木讷，一副完全配合的状态。一方面没有刺激到警方拔枪把自己击毙，同时又完成了事先的剧本。而更值得注意的是，
警方在现场发现了那只空的行李箱。在惯性的思维当中很多人会理解为妻子想离家出走，两人争执升级，丈夫失控杀人。但反过来想，会不会是陈立人主动摆出了这个空箱子，用来营造死者想离开家，激怒了她，激怒了丈夫的这样的叙事？这会不会是他精心摆出的又一件道具呢？而最后，正如所有人看到的，陈立人远在中国的母亲、外婆在案发后的不久，精神病的报道就如约而至了。美国的司法讲求证据，但是证据是需要被发现的。陈立人和他的顶级律师们，这群高学历、高智商的天才们，从一开始就知道，真正的辩护和洗白行动不是在庭审现场，而是在案发后的第1分钟就已经开始了。和我们普通人不同，他们太懂了，他们懂得如何将法律和规则玩弄于股掌之间，懂得如何操作才能给凶手披上最接近真相的伪装。这起案件从头到尾都太合理了，情绪失控后的悲剧，精神病突然发作后的凶杀，每一个细节都精准地踩在了大众的惯性思维上面，完美的像一场电影。可是越是完美，越值得警惕，因为真正的真相往往就藏在你以为的理所当然的背后。当然我们不是在武断的下结论，但是我们有权利进行合理的怀疑，尤其是在面对这种高智商的冷静犯罪的时候，我们更要保持高度的警惕。因为一旦让杀人凶手构建起了精神失常的防线，他们很快就能够逃脱法律的制裁。有人可能会说，我们又不是法官，能改变什么？但是阿鹏想说的是，很多真相的揭示恰恰来自于大众的观察力。我们虽然不是法官、检察官，但是我们能为他们提供解题思路。我们不是陪审员，但是我们能够唤醒他们的沉默的舆论。陈立人他不仅杀害了他的妻子，也伤害了社会公众的感情。对于于玄一来讲，他的亲人失去了优秀的女儿和姐妹，他的同事们、朋友们失去了温良正直的伙伴，而对于我们整个社会，尤其是华人的社区，失去了最宝贵的信任。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责任、有义务成为破局者。无数的历史经验都表明，那些不放过任何细节的观察者，和那些不甘心让真相被埋没的人，永远都是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而对于陈立人试图以精神病洗白的剧本，我们绝对有必要拿着放大镜一帧一帧的观看。因为凶手的伪装最怕的不是我们的愤怒，而是我们的精准剖析、真相还原。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欢迎订阅阿鹏频道，我们将持续追踪陈立人案的最新动态。我们下期再见。